朱全忠以梁代唐，李存勖以唐代梁，石敬瑭以晋代唐，刘知远以汉代晋，郭威又以周代汉。绵延5代，如今他赵氏以宋代周，不过是依样葫芦，司空见惯，不足为意。赵家大郎素来以忠诚、厚道、仁义、血勇著称，如今竟然也做了篡臣，思之令人唏嘘啊！心里头不太舒坦。没什么不舒坦的，人总是会变的。是他们变了，还是你变了？怕是我们都变了。天底下最悲哀的事，莫过于此。今南、湖南皆以遣使汴京，称贺入贡。金陵李氏父子送去了10车珍珠宝贝，3个月以来，几乎每月都要打发使臣入京奉表，言辞悲曲。赵匡胤当世英雄，当年在寿州义军破石营，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。他李氏是怕惹恼了他，挥军南下，杀了南唐这只鸡，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。大王，奉表称臣之事，不宜再迟了。大王，善事中原大国，是祖训，亦是国策。当年在汴梁，孤与归德军节度使以兄弟相论，尊其父赵弘殷为叔父。如今他错了中原天子，赵家便是天家，于尊于亲，理当避讳。孤名字里的这个“弘”字，不宜再用。自今日起，更名钱处。大王只说了要避讳，何时奉表，何时称臣，何时纳贡，却只字未提。此乃国之大事，大王切不可任意而为。王妃当见之。你还不去睡啊？你也没睡啊，还来管我？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，整日间神思不属的，也不肯说句明白话给下面的人，弄得那帮相公太尉整日疑神疑鬼。你这分明啊是又钻牛角尖了。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你是谁啊？你是钱家9郎。纵使已经做了10年的国主大王，官拜尚书令、天下兵马都元帅，那又如何？9郎就是9郎，热血、义气、侠义担当。但凡是他想不通、不认可的事儿，天王老子来说也没有用。吴越之地是中原大国，这是祖训，也是国策，这些都不假。但是有一条，须得我家9郎
认他才是大。我只认你。李家又送了10车东西来。是啊，这已经是今年第3次了。照例此物加冕。臣奉诏。吴越亦然。陛下，吴越并不曾。朕知道，赐南唐多少，便赐吴越多少。另赐国信。臣奉诏。赵翰林学士。这封信，朕自己写。大王，这已是第8封国信，于情于理，大王都不该无动于衷啊！大王，沈相公这是谋国之言，御笔亲书国信，大王当亲笔复之。孤不善文墨，回信就你们俩替孤写吧。晚间阅读太伤眼睛了。大宋翰林玄是院看印的。皇舍有人往来监视权贵府邸，见了藏本，阿弟前人腾而来的。困了，睡觉。传教，在。丞相府和通儒院，你就称臣表彰，准备贡品，以元帅府判官为贡使，出使京师。诺。李崇进谋反，是不认朕这个天子。朕当亲征扬州，让他再好好认识一下何为天子之威。召命前往，请吴越出兵润州，遥为牵制。告诉九郎，朕想他了，愿能会晤于江上。诸位相公，调遣兵将，出军马于润州，以应王师。大王，天子请大王会晤于江上。孤身子不爽烈，此番不亲征了。臣参合吴越国王前出，因需议制，无人陈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臣殿中侍御史王晃。范相公，臣在。如今最远的县在哪里？接州、福津。殿中御史王晃，初为监福津9税。吴越前王的忠义，岂容宵小之辈挑拨离间？公元964年即乾德2年11月，宋太祖赵匡胤以后蜀勾结北汉、图谋犯境为由，前大将王全斌、刘光义统兵6万，分北东2路进讨。后蜀军顷刻溃败。次年正月，后蜀主孟昶出降，然宋军主帅王全斌下令掠杀以降蜀兵近3万人。此等骇人暴行，历使蜀地民心背离，激起大规模兵变。消息传开，江南诸国震撼。
宋之统一大业已为此蒙上阴影。孟氏举城而降，蜀地人心未服。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而返，自称新国军节度使，蜀人多有响应。蜀地17州风声鹤唳，颇有动摇之势。王全斌，该死啊！陛下，大军在外，不宜处置兵捆之将帅。下诏申斥，夺其节钺，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。陛下，若不是他杀了那3万降卒，蜀中能有这番变乱吗？3万人啊，那可是3万条精壮的汉子，便是拉去垦荒，顷刻间也能垦出万顷良田。3、5年间，朝中可多出上百万户的粮米捐赋，更别说，在这3万人的身后还有数十万的妇孺。孟氏依然降了，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呐。王孟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十年，人丁户口颇有滋生，粮秣甲仗多有机灵。取益州之资财，充南中之军事，此乃朝廷的国策。可他王全斌倒好，一通大杀，杀得田亩之间再无劳力，杀的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。再加上全师雄这一乱，蜀地怕是没个30、50年缓不过这口气呀。朕只怕天下都定了，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。100年、200年，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。陛下息怒。他杀了3万人，以天下300年之大祸患。朕没有当即砍了他，已然是看在阿爹的面子上了。兵交将汉，兵为将友，上下裹挟。此中唐以来200年之积弊，白马亦如是，兴教门亦如是。长安天子魏博压兵，5代以来鼎益之机莫不如此。王全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，积习难改而已，并非出于顺逆之心。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，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“积习难改”4字。子平以为呢？陛下，秋岁将至，正是取士之时。臣请旨开长科，以录天下文士，足国家全选之采用。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，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，薛钦这糊涂装得好啊！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岂曰糊涂？陛下如天之幸啊！宋军身陷巴蜀，元气有伤，不能取巴蜀之资财、人丁、田亩，亦不能常伐蜀之粮秣给养军食。纵使祸乱有平，大军回师，灭国之赏足以使那府库为之一空啊！加上还要捐免赋税，以抚蜀人，此一进一出，臣断10年之内，宋人再难举大军南下。陛下安矣，社稷安矣，大唐安矣。陛下如天之幸。
宋天子会这般想吗？陛下可检贡以示之。检贡是。入夏以来，江南7州20余个县遭受了水灾，要救济灾民，还要捐免粮赋。今岁之贡事，不及往年之半数。宋皇如天之德，想必不会介意的。这是行险。行险？那陛下不如以此不明之理试之。朕闻得江南水患，有多少州县遭灾？启奏陛下，共计7个州，28个县遭灾。有多少人罹难？没于水淹者，计23521人，毁坏房舍8900余间，淤没田亩近万顷。今岁的日子不好过呀。是。今年那20万两匹银券，朕不要了。徐亲，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。与你家主上说，天下纷乱了近100年，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。他既是江南地主，自当爱抚黎庶。该卷免的钱粮当卷免，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。朕不拖他的后腿。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，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。陛下，如天之人，谈不上，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，彼此体谅罢了。朕是个丘巴出身的天子，从来不打诳语，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。不明之礼，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，既是恩典，朕不许你辞，你便不能辞。听明白了吗？臣明白。而君臣好生去做，只要江南州县国泰民安，李氏便是僭越尊号，与朕并驾齐驱，朕也未必做到。可若是误了灾情，使得江南民生涂炭，朕凭却这日子不过了，也是要吊民罚罪的。听懂了吗？怒。天子大气魄，这是将南唐一国视为囊中之物了。这是敲打，更是警示，是告诉南唐君臣，不要以为宋军在蜀中泥足深陷，无力南征。赵官家是天下的官家，而这天下不只有中原吴越，也有他南唐李家在内。朱卿想多了。如今的大宋天子也好，汴京的赵官家也罢，和当年少年义气、纵横汴梁的赵大郎，应当还是同一人吧？请大王明示。孤认识的那个赵大郎，不会绕着弯子说话，亦不会拿着言语故弄玄虚。他是如何说的，便是如何想的，也会如何去做。国中亦遭水患，亦有庶民流离失所，赈济也好，捐免也罢，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？
若是不做，或做得不好，百姓活不下去了，那便是天子不问，朝廷不问，难道国中不要其反吗？知州也好，县令也罢，若做事治下子民，积馁涂炭而不顾，难道不应拿来问罪吗？如此浅显明白的道理，放在国中政事上，诸卿都明明白白的，怎么如今从天子口中说出来，诸卿反倒是不明白了呢？诸卿啊，须记着，这天下既有百姓，赵、钱、李、刘，不过其中4姓而已。朕想了许久，今岁的钱粮还是不能尽数捐免。那陛下何意啊？如今宋廷亡我之心不死，天下如此，还远未到严甲休兵之时。长江纵为天堑，却没有一支强兵往来巡守，也保不得一世平安啊！陛下之忧，诚为可虑。只是今岁要练水军，水军，北人善马，南人善舟，陆地争衡，我国中军马恐难与北方锐士相抗。只有水军，才能使长江变为天堑；只有水军，才能保得大唐一世平安。陛下，水军之意呢，诚为国之良谋，但是赈济灾患、休养民力，却是当下之急务。陛下，不妨明岁。朕意已决，至水军都指挥使，司于洪州，以鄱阳湖为水寨，修造战船，征募水兵，赐军号曰龙翔，以朱令筠为都指挥使，以李元清为副都指挥使，以王辉为兵马都虞候，以孙震为兵马都监，换甲执兵，以拒宋国。陛下，这是何意？宋主咄咄逼人，怨不得陛下杯弓蛇影，吓着了。我问的是水军的事，与我何干？水军不同于陆师，只要有粮，数几面到齐，3、5万个兵，仓促间可得。可水军不行，没有堪用的战船，就没有什么水军呢。能用作龙骨的木料，应该便需要2至3年的时间。打造成战船，水兵操练的明白，便是粗粗算去，也需要5、6年的光景。5、6年，为何要这么久？这已经是快的了。王浚伐吴，自太史8年在益州造船，直至太康元年正月才得以出兵，里外里花了8年的光景。中原没有战船，吴越有。吴越的战船要想运抵江里，需自海口溯长江一路逆流而上。南唐的君臣岂能坐视？向吴越买船，急切间的权宜之计罢了。陛下异想天开，相公们为何也这般糊涂？大唐与吴越乃是100年世仇，不要说他钱家有没有多余的战船，便是有，又如何肯卖与咱们？
今时不同往日。宋国势大，威盖天下，惶恐的不止陛下和朝廷。唇亡齿寒的道理，前王应该懂得的。所以，陛下以我这个老匹夫为水军副帅，是想让我向那位小九郎去买船啊？当年和议，是你与当今前王一力促成，也算是有些香火情。由你去说，比旁人妥当些。向吴越买船之意，不妥。阿兄，朝廷开口，九郎未必会驳朕的面子。关键不在这儿，朕没钱。赵相公不是说3丝金穗，还有100万银券的盈余吗？那是朕在江陵用来造船的，不是用来买船的。泽平，朕在。金乡水患，金穗没了收成的灾民有多少？3州12县约7000丁，23000口。这100万银券的盈余，朕宁可花在这些灾民身上。陛下的意思是，以工代赈。仲勋，臣在。朕给你23000公银，3年光景能造出300艘战船吗？臣尽忠竭力，必不负官家所托。阿兄，要5、6年呐！天下乱了多少年？100年纷乱，五朝轮替，兵火连接，死于盗走者何止1000万，也就是5、6年的光景而已，朕等得起。